大家好，欢迎来到神性空间。近几年，在台湾谈论灵性觉醒、意识转变、内在探索的内容明显变多了，于是开始出现一种说法：是不是台湾这块土地的能量正在被唤醒？是不是有越来越多人正在觉醒？在进入讨论之前，我想先把一件事说清楚。这部影片不是要把台湾描绘成某种被选中的灵性圣地，也不是要说台湾人比较高频、比较特别，更不是要建立任何集体优越感。因为一旦把灵性觉醒解释成被选中或比较高等，那其实已经偏离了觉醒本身的精神，也很容易变成另一种投射与神话。我们真正要问的，不是台湾是不是很特别，而是为什么在这几年，这样的觉醒语言与探索会在台湾被大量看见。换句话说，我们今天要谈的是一种这个现象是如何形成的，而不是谈谁比较厉害。灵性觉醒从来不是突然发生的事件，也不是刻意想要发生就能发生，它往往出现在某些条件同时成熟的时刻，当外在世界的不确定性提高，当原本熟悉的秩序开始动摇，当越来越多人发现单靠外在成就已经无法支撑内在的安全感，此时将会有越来越多人开始走向灵性觉醒的道路。所以，与其说台湾正在被唤醒，不如先冷静地看一件事，也许只是这个社会刚好走到了开始向内提问的阶段。接下来，我们会从台湾的历史与文化背景开始谈起，不是为了回顾过去，而是为了理解长期处在什么样的状态之中，会让一个社会更容易走向这样的转向。如果我们把视角稍微拉长，会发现台湾这个社会并不是在一条单一、稳定的历史轴线中形成的。从最早的南岛文化开始，这块土地本身就存在着不同生活方式与世界观。之后，随着不同时期的大规模移民进入，闽粤移民、日治时期，又带来了新的语言、信仰与价值系统。再到近代，几次快速而深刻的制度与文化转换，让整个社会的结构不断重组。而台湾长期处在这样的变动之中，会对人们的集体心理留下很多影响。当一个社会长时间不是在延续既有秩序，而是在适应新的框架，人们对身份、归属感以及我到底是谁这类问题，往往会特别敏感。这并不是因为哪一种文化比较优越，也不是因为多元本身就等于觉醒，而是因为在反复调整与重新定位的过程中，存在感本身会变成一个被反复思考的课题。久而久之，这样的环境容易在集体层面形成一种心理特质，那就是对外在秩序保持弹性，但同时也更容易在内在层面感到不安定。当外在框架经常改变，人们自然会开始思考，如果身份、制度、环境都可能变动，那么有没有什么是比较不会被夺走的？这种提问未必一开始就以灵性的形式出现，它可能先表现为对人生意义的困惑、对未来的不确定感，或是一种说不出口却长期存在的焦虑。但当这类问题在一个社会中反复累积，就会慢慢形成一种集体潜在状态。人们开始对向内寻找这件事变得不那么陌生。也正因如此，当灵性、意识、内在探索的语言出现时，它并不是凭空降临，而是刚好对应到了一种早已存在于集体心理中的需求。这并不代表每个人都在觉醒，也不代表这样的背景一定会导向某种结果。它只是说明了一件事，在某些长期状态之下，一个社会会更容易开始问一些原本被忽略的问题。而接下来我们要谈的，正是当这样的集体心理背景遇上长期的不确定感与外在压力时，
胃食膜向内转向会变得更加明显。如果说前面谈的是一个社会长期累积的心理背景，那么接下来这一段谈的就是当这样的背景长时间处在高度不确定的环境中会发生什么事。不确定性本身并不是问题，真正影响人的是不确定性变成常态。当未来无法被清楚预测，当外在环境的变化超出个人能掌控的范围，人们会自然开始调整自己的心理重心。这是一种非常普遍也非常人性的反应。在这样的情况下，单纯依靠外在秩序来获得安全感会变得越来越困难。不论是努力、规划，或是过去被视为稳定的生活路径，都不再能完全消除内在的不安。久而久之，很多人会开始意识到一件事：如果外在世界本来就充满变数，那么唯一相对稳定的，可能只剩下自己内在的状态。于是，向内转向并不是逃避现实，而是一种心理上的调试机制。当一个社会长期承受着难以言说却又无法忽视的压力，人们会本能地寻找一个不需要选边站，也不必卷入对立的理解方式。这也是为什么在高度分裂与对立的氛围中，反而会出现一股想要超越二元对错的倾向。不是因为人们对现实冷漠，而是因为持续的拉扯会让人感到疲倦。在这样的心理状态下，灵性、意识、内在探索开始被视为一种可能的出口。他们提供的并不是答案，而是一个暂时不被外在混乱牵动的空间。当越来越多人开始同时进行这样的内在调整，原本属于个人的感受就会慢慢在集体层面被看见。于是，灵性觉醒看起来像是一种突然出现的潮流，但实际上，它更像是长期不确定环境下一种逐渐浮现的心理反应。而接下来要谈的疫情，正是让这种原本已经存在的集体状态被迫全面显现出来的关键时刻。如果说前面谈的是一种长期存在、逐渐累积的集体心理状态，那么疫情则是一个把所有人同时拉进现场的集体中断事件。它不只是健康危机，更是一场生活结构的全面暂停。在那段时间里，原本理所当然的日常被打断，工作、社交、计划被迫停下来。对许多人而言，这不只是生活节奏的改变，而是现实层面的剧烈冲击。有人一夕之间失去稳定的收入，店面被迫关门，事业多年累积的成果短时间内瓦解。也有人面对裁员、减薪，原本被视为安全的工作突然变得不再可靠。当经济不确定性与生存焦虑同时出现，恐慌并不是软弱，而是一种再自然不过的反应。而更关键的是，在这样的状态下，很多人第一次发现，即使再努力，也不一定能掌控结果。当外在世界不再按照预期运作，当过去用来定义自我价值的角色开始动摇，人就会被迫面对一个更根本的问题：如果这些都消失了，我还剩下什么？疫情让大量的人第一次长时间处在孤立之中，也第一次真正感受到死亡与无常并非遥远的概念。这样的经验会把人拉回非常基本的存在层面。于是，许多人开始转向内在，不一定是因为相信某种灵性说法，而是因为外在世界已经无法提供足够的安定感。在这样的情境下，冥想、内在觉察、意识探索开始被视为一种重新整理自身状态的方式。这并不是因为人们突然变得超然，而是因为在高度不确定的现实中，稳住内在成了一种必要的生存能力。当这样的经验在同一时间发生在大量个体身上，
原本分散的内在转向就开始在集体层面被看见。也正是在这个时候，灵性觉醒看起来像是突然出现，但实际上它只是被一个前所未有的事件清楚地照亮了。经过前面几段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共通的线索：台湾的社会长期处在结构变动、文化交叠与不确定性之中。疫情则是一个集中放大镜，把长期潜伏的心理模式瞬间照亮。这种照亮不是让每个人都觉醒，也不是让每个人立刻转向灵性，而是让某些本来隐性的个人的内在需求开始在集体层面显现。这正是我们所说的集体潜意识的浮现。当越来越多人在相似的情境下开始面对相似的焦虑、不安与存在性问题，这些个人经验就会以共振的方式形成一种社会心理的波动。这种共振不需要强迫，不需要宣传，它自然的出现，像是水面上同时被风吹起的波纹。每个人的小小波动最终累积成一个可见的现象。也正因如此，我们会看到近几年灵性、意识探索、内在觉察等话题在台湾社会突然被大量讨论与关注，看似像一个潮流，实际上是长期结构与集体心理条件被现实事件点燃后自然浮现的结果。这同时提醒我们一件事：灵性觉醒从来不是单纯的个人行为，也不是凭空而来的潮流，它是个人内在需求、社会环境、历史条件与集体心理交互作用的结果。换句话说，台湾社会的这股觉醒热潮，并不是因为这块土地本身神秘或被选中，而是因为这个社会的人在特定条件下，自然开始对自己的存在、对安全感、对意义提出疑问，并寻找内在的答案。如果把这个角度放大，就能理解为觉醒不是个人孤立的事件，而是一种集体现象的表现。而当我们观察这种现象时，也就能开始思考个体与集体心理如何相互影响，如何成为显化、意识转化的背景。最后，这也为我们后续谈显化与集体潜意识提供了一个关键视角：任何个人的意识行动都并非孤立，而是在更大、更长期的心理波动与社会脉络中与其他人产生共振。感谢您收看今天的影片，喜欢的话请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您的支持是本频道创作的最大动力。我们下期再见。